乌军无人机针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让俄罗斯失去金钱，失去盟友。俄军因此十分恼火，于是通过 UMPK 套件将自己的炸弹升级成航空高爆弹，并展开了自开战以来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最大规模空袭行动，险些摧毁了第聂伯罗大坝。欧盟原则上同意将俄冻结资产援乌，第一批资金预计在7月之前发放给乌克兰。此外，最后一节内容，火力军回答了评论区网友的提问。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乌军找到了对付俄军的新方法，就是开展一系列破坏俄油库、炼油厂等设施的打击活动，从而限制住俄军的燃料供应，减少俄罗斯能源收入，进而阻止俄罗斯对战争的投入。据悉，目前俄罗斯30家大型炼油厂中，也有15家已经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袭击之后，俄罗斯 20% 的炼油能力被打掉，每天约有60到90万桶石油生产被迫中断，这也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和对战争的投入。火力军相信，乌军如果持续下去，俄罗斯的经济必将崩溃。但这项打击活动貌似被美国喊停了。据英国金融时报称，美国已经呼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据称是因为美国担心乌军这样持续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可能会让俄罗斯破罐子破摔，对欧美展开能源战，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不鼓励或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袭击。乌克兰安全局发言人则拒绝发表评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和泽连斯基办公室目前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乌克兰是否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和本土其他目标？火力军稍后会结合战报给出答案。乌军针对性的打击实实在在让俄罗斯大出血，那失去盟友是什么意思呢？乌军通过无人机成功打掉俄罗斯 20% 的炼油能力，已经证明目前俄军的防空系统是可以被突破的。简单的说，就是部署数量不足。为了解决这困境，俄军想到了新办法。国防部捷克宣布已经为乌克兰订购了大约150万枚炮弹，包括乌军需要的155毫米与122毫米弹药。只要能获得33亿美元的采购资金，这批炮弹就能在6月份运往乌克兰。目前已经10几个北约国家承诺捐款，包括德国、法国、挪威以及荷兰等国。值得注意的是，捷克方面拒绝透露卖家是谁，这位卖家要求严格保密，似乎是为了避免惹怒俄罗斯。但根据德国媒体的推测，考虑到全球很少有国家能拥有100万炮弹的储备量，因此锁定了几个可能的卖家，包括韩国、南非以及土耳其。也有媒体表示，乌军大部分火炮口径依旧是苏制，这些炮弹也有可能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根据今日印度3月21日的报道显示，原定于2024年年初向印度交付的5套 S-400 防空系统中的最后2套，由于俄乌战争的长期化，交付期将推迟到2026年7到9月份。俄罗斯为保护自家能源设施和优先供应本国部队需求，居然耍起来了无赖。火力军甚至觉得这最后2套 S-400 说不定都已经被俄罗斯征用来去参战了，印度再次被坑。此前，俄罗斯曾用免费赠送2手航母的手段诱惑印度上钩接盘，然后再以现代化升级和舰载机采购等手段，前后用维克拉玛蒂亚号从印度手里坑了30亿美元。而这5套 S-400 的项目资金更是高达60亿美元。虽然已交付3套且全面投入使用，但最后2套不交付，说到底还是亏了，且直接打乱了印度规划好的国土防空体系。本来印度采购5套 S-400， 一边是想维护好与俄罗斯的战略联盟关系，一边是想扩大自己的国防潜力，即让 S-400 和本土的 LRSM 系统一起组成防空网，拥有印度自己的铁穹。结果关系没维护好，还把自己坑了。有人也许会好奇，明明印度手握合同是甲方，为什么占不到一点主动权呢？这是因为印度没有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大部分关键武器装备都要从欧美或俄罗斯购买。虽然印度近年来开始推进自力更生的印度制造军工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效果非常有限，最多处于零件组装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自然有恃无恐，便打欺客。甚至火力军猜测，俄罗斯若是完成交付，恐怕要等到俄乌战争结束且默认俄方获胜的时候。总之，乌军的针对性打击使俄罗斯遭受了巨大损失，
但失去金钱和盟友的结果也让俄罗斯憋不住，开始为自己的炸弹加装 UMPK 套件，并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大坝。乌克兰军事专家谢尔盖·贝斯克列斯特诺夫曾在俄军弹药残骸中发现了 UMPK 套件，并在其中发现一种带有新型8波束天线系统的新型 CRPA 天线，这提升了俄军弹药的威力和精准度。UMPK 套件说到底就是统一的滑翔和校正模块组件，通常由一组机翼、一个管理系统和一个 GPS 接收器组成，其作用相当于就是给弹药加装翅膀和导航，在最大程度降低飞机和机组人员风险的同时，保持高精度打击。俄军就是使用 UMPK 套件，使传统炸弹化身为自杀式飞行器，飞行延时雷管。目前俄空天军最常用的是 FAB-500，其采用高级军用钢制成，能携带约380公斤的 TNT， 爆炸时钢制外壳会碎裂，形成致命弹片，从而对地面目标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此前，国防快报媒体报道，俄罗斯曾在乌东苏梅州使用了类似 GDM-ER 的智能滑行炸弹。除了 FAB-500 外，俄罗斯从今年2月份还开始批量生产3吨重的 FAB-3000 航空炸弹。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还于3月21日时对生产 FAB-3000 的诺夫哥罗德州工厂企业进行了巡视。这些炸弹给前线的乌军带来的巨大压力，如据波兰 Rochin 国防咨询公司总监康拉德·穆兹卡的说法，自去年12月份中旬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阵地的空袭大幅增加，其中使用了大量的滑翔炸弹。乌克兰第3独立突击旅的成员马克西姆·佐林也言道，每天有60到80枚滑翔炸弹来袭。虽然俄军空袭凶猛，但并未摧毁乌军，乌军也在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对抗。如3月21日，俄军袭击基辅发射的31枚导弹就尽数被击落，不过俄军并未善罢甘休。3月22日，俄军又出动了13架图95 MS、5架图2 M3、10架米格 31K、2架苏30战机，从空中发射了88枚导弹和63架无人机，共151个目标，袭击了乌克兰境内多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成为这2年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可见俄罗斯已经愤怒，但也间接证明了乌军打击俄能源设施行动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受袭的基础设施中，第聂伯罗水力发电大坝也遭到了袭击。如果大坝崩塌，将又是一个卡霍夫卡大坝式的灾难。好在从公布的照片来看，大坝虽然受损起火，但结构依旧完好。在后续的报道中，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第聂伯罗大坝总共遭到了8枚导弹的袭击。这场袭击则造成扎波罗热、克里沃罗格等11个州的基础设施和住宅遭到破坏。哈尔科夫市等部分地区停电，人员伤亡和损失正在进一步扩大。目前，乌克兰正在积极救援，其能源部长赫尔曼·哈鲁申科表示，相关部门正在恢复供电。这场袭击暴露了乌军的缺点。从乌军发布的战报可以看出，乌军击落了37枚导弹和55架无人机，共92个目标，拦截率不到 60%， 导弹拦截率只有 41%。这些数据都足以证明，相比基辅，乌克兰其他州的防空力量较弱，乌军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来守卫乌克兰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同时，泽连斯基也表达了对俄军袭击民用设施的愤怒，控诉俄军是在与普通人交战。泽连斯基还呼吁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武器，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总之，乌克兰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俄罗斯打痛。俄军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瞄准第聂伯罗大坝，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但这并不会击溃乌克兰。综合上述情况以及美国600亿美元军事援助迟迟不到位的背景，火力军相信乌军极有可能会继续对俄罗斯电油厂、能源设施发起对等攻击，积极打击俄本土的目标，一如当初重创黑海舰队控制了黑海的粮食出口一样，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乌军还会继续支援俄志愿军等部队在别尔哥罗德等地的作战。3月22日，别尔哥罗德继续遭遇炮击，这已经是第9天连续遭遇袭击。据悉，除了无人机、导弹、炮击之外，如今至少6支不同的武装团体在别尔哥罗德、科金卡、戈尔科夫斯基和蒂特金诺地区同俄军展开交战。即便俄军出动了精锐的国民警卫队、格鲁乌部队，甚至在本土上接连发射 FAB 炸弹，都未能如愿将俄志愿军、自由军团等部队赶出去。
有消息显示，俄志愿军部队宣布将继续向别尔格罗德进攻，扩大战线。随着战区的面积越来越大，俄军将不得不从前线抽调部队回防，这对前线的乌军可是好消息。接下来我们看看战场情况。根据媒体3月22日报道，韩国防卫事业厅召开了第160届防卫事业推进委员会会议，宣布将与韩国航空宇宙产业签署 KF-21 超音速战机的量产合同。原本韩国计划在年内签署40架 KF-21 的首批量产计划，但国防研究院在去年11月发布项目可行性调查报告，建议将首批产量减到20架。于是韩国制定了20+20的量产计划。在韩国军方对首批20架完成空对空武装验证试验等一系列程序后，再签署20架战机的量产合同，40架战机预计将在2028年交付空军。按照韩国军方的安排，预计将在2026年至2028年完成40架 KF-21 的实战部署，并在2032年之前再量产80架。届时，韩国空军将装备120架 KF-21 战机。此前，韩国还通过一项基本计划，将自主研发舰队地弹道导弹，预计将总投资6800亿韩元，项目持续到2036年。3月22日，英国国防部宣布，正在与英国迈凯伦1级方程式车队合作，以便对多项防务计划进行升级。在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项合作是为了将迈凯伦车队从赛场上获得的世界级专长用于防务项目。根据计划，迈凯伦车队将提供数十年从事赛车运动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帮助英国国防部制定创新性的防务计划，包括通过混种犬计划来实现装甲车辆的电动化。在与迈凯伦车队达成合作协议之前，英国国防部已经授予巴布科克国际公司一项合同，依照混种犬计划，对英国路线现役的4辆路虎越野车进行从柴油动力向电力驱动的改装。根据英国陆军2022年的一份报道，英国有意向为期15年的计划，打算在2035年之前将大部分军用车辆改造成混合动力或纯电驱动。英国觉得在战场上，电动车辆可以有效减少车辆补充燃料的必要性，同时还能让车队变得更加高效，从而减少人员处于危险的可能性。在阿夫迪夫卡地区，托南克、奥尔利夫卡、别尔蒂奇沿线的冲突仍在继续。3月21日，俄国防部虽然表示俄军已经占领乌东的托南克村，这里距离阿夫迪夫卡市约10公里，但乌方以及大多数消息表示，目前该地区处于灰色地带，在托克南村以西的地区，战斗仍在继续。赫尔松、巴赫穆特、扎波罗热、马林卡、新海利夫卡、库皮扬斯克、克雷明纳、莱曼等地区，战线并未有太大的动静。倒是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在与法国陆军参谋长布克哈德的谈话中表示，乌克兰国防军已成功稳定乌东局势，且从3月22日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来看，俄军已经连续5天损失在1000人以下。俄军进攻已经乏力，加上火炮和加油设施损失的增加，俄军付出的代价已越来越高昂。在援助方面，欧盟已经原则上同意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利润交给乌克兰。欧盟委员会20日提出一项方案，每年将俄罗斯央行在欧洲被冻结的资产所产生的利息转移给乌克兰，总额达25亿至30亿欧元，其中90%的利息收入将通过欧洲和平基金为乌克兰购买武器，10%拨入欧盟的乌克兰重建基金。不过，该提案需要得到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外界也预计该提案可能遭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反对，具体情况将以欧盟最后的公报为准。同时，美国还提议G7成立一家特殊目的的公司，将利用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入发行至少500亿美元的债券，并用这些资金支持乌克兰，但具体方案仍需要讨论。俄罗斯对此自然是抗议，表示将利用一切可能的司法机制，在确保俄罗斯利益的情况下，以非对等方式进行回应。此外，荷兰首相吕特表示，正在努力让 F-16 战机尽快出现在乌克兰上空。他表示，第一批10名乌克兰飞行员已在英国完成了 F-16 的基础训练，目前正在法国接受高级飞行训练。F-16 预计于6月之后出现在乌克兰上空。爱沙尼亚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000万欧元的军事援助，其总理卡亚卡拉斯还呼吁拉姆施泰因联盟成员将 0.25% GDP 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卡拉斯认为此举是乌克兰获胜的关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海军上将3月21日访问基辅时表示，
将根据北约标准和要求增强现有防御能力，并发展乌克兰未来的军事潜力，确保乌克兰接近北约成员资格。由此可见，北约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不仅仅是军事武器的援助，更是要帮助乌军将作战水平、防御能力提高至北约标准，这是根本性的变革。届时，北约和欧盟各国的援助将更加容易，乌军获得胜利的概率将更高。最后一节内容，火力军想回答一下评论区的问题。在这2年多的战争中，俄乌双方的米8、K52等直升机总是被对方的便携式导弹击落。有些朋友就疑惑，直升机最佳飞行高度是多高？其实，在空降突击中，直升机的最佳高度会因直升机类型、地形、天气和敌人防空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直升机在攻击期间飞行高度主要有2种，一种是 NOE 飞行，一种是高空飞行。前者是一种在高威胁环境下进行的超低空飞行模式，仅离地几米高，可以逃避敌方雷达探测，并将地形当作抵御敌人火力的天然屏障。只不过飞行极高，没有极高的操作水平，很容易就击毁人亡。后者飞行的高度通常高于4500米，像阿帕奇的最大飞行高度在6200米左右，超出了小型武器射击和一些防空导弹的射程。不过这个高度也极易被雷达捕捉，受到地空导弹的攻击，被瞄准几乎就是必死的局面。因此在作战时，直升机一般要求根据实际情况，从敌军火力来权衡如何保持安全。敌人如果拥有先进的雷达和防空系统，那就选择 NOE 飞行，反之则选用高空飞行。可见情报收集工作十分重要。我们通常见得美国 UH-60 黑鹰直升机在执行空袭任务时，通常处于低空飞行状态，飞行高度在150到300米左右，既尽可能避免被敌军雷达探测，又能为伞兵提供安全高度。而像米24在战斗情况下，通常会在1000到2000米的高度运行，该高度是直升机最常见的飞行高度，可以在机载武器打击目标和应对地面威胁时留下了足够的反应时间。那在这2种飞行模式下，该用哪些武器进行击落呢？最适合击落 NOE 飞行或高空飞行直升机的武器，同样取决于直升机类型、飞行员技术等因素。一般情况下，地空导弹针对高空飞行目标，高射炮、机炮之类的打 NOE 飞行目标更有效。高爆弹打上去一打一个不吱声，而像便携式导弹，操作简单，携带方便，有效射程虽不超过8公里，但打2种飞行模式的直升机还是绰绰有余的。当然，有钱的你也可以直接让战机起飞，携带空导弹对其进行拦截打击。总之，5到2000米可以说是直升机的最佳飞行高度，再往上功效就会变差。对敌作战时要收集情报，看敌军火力的配置，再选择合适的飞行模式。若是无法收集情报或情况不明，也要留下足够应对突发情况的反应时间。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军针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是否会继续？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